大家好，我是思思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碎彩条纹毛衣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衣服分为前片、后片、袖子、缝合与领子几个部分，先分别编织前后片，完成后进行部分区域的缝合与连接，接着编织袖子并进行安装，最后挑领口位置编织领子。这里衣服有多个尺码，编织方法基本相同，只是针数和行数略有不同。往下我以小码为例进行讲解和演示，其他尺码遇到不同情况时会单独说明。开始先编织后片，分为身体和领肩两个部分，采用包边起针法，起针后来回往返编织。编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单个颜色编织的高度略有不同，最终形成这种高度参差不一的彩色条纹。下面来看一下图解，我这里的图解仅供教程使用，大家实际以手里的图解为准。这里图解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并针的位置，无论几针并作一针，图解上都是占一个格子。交叉针的位置，有几针交叉就占几个格子。这里红色的框架位置，竖线表示各个条纹的分界线，横线表示对应条纹需要编织的高度。这种空白的区域没有针，表示不需要编织。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半针上的数量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，箭头表示编织的方向。图中单数行表示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观看。双数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。这里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解都会进行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编织身体，这里会用到两种线材，其中一种线为断染线，这种线起始的颜色段不同，最终成品的效果也会不同。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或根据喜好选择起始的颜色段。同时，由于编织过程中两种线材交替编织，这里会使用多团线一起编织。我们可以将大线团分别绕成小线团备用。断染线可根据起始颜色段绕出几个小线团。这里不同尺码需要编织的条纹数量略有不同。这里结构图上会有几种色块，一种色块对应一个线，同时可以发现部分的纵向条纹会有几个色块，部分纵向条纹只有一个色块。这里一个色块的位置
是使用断线进行编织，多个色块的位置，使用另一种线材换色编织。大家在准备小线团时，根据第一横排的色块，一个色块配一个小线团。往下我提供一个8字绕线法来绕小线团的方法，方便后面的编织。同时为了方便观看，往后教程使用的线材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教一下大家8字绕线法来绕小线团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从独立的线团中取线进行绕，另一种是线连在织片上。无论哪种，绕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首先将线头预留10厘米左右，也可以稍微长一点，这个线头就是后期往外抽的线头。像这样放在左手虎口位置，拇指捏住，然后像这样在手上绕8字。如果线连在织片上绕小线团，就像这样绕。注意，这一头的线连在织片上，方便抽线。绕的时候松紧适度。一个色块的针数越多，线团就绕得越多；色块的针数越少，线团就可以少绕一点。后面如果线不够了，再接线编织即可。大致绕到需要的大小后，预留一节线头剪断，然后像这样打结。可以先将中间绕几圈固定。如果线材较光滑，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里的线头如果剩余较长，可以稍微剪短一点。这个就是小线团的绕线方法，大家使用时就像这样轻轻抽线即可。绕小线团的好处就是编织时线相对被固定住了，线团不会滑下来。当线团较多时，不容易相互打结，方便编织。如果小线团使用到结尾有点松散了，可以拆下来重新绕。
或者如果中途织错了，拆了好多线，也可以将拆的这一段线另外绕成小线团。同样，这里是连着织片的一端。绕好后，用线将这里固定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，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将开始编织需要的小线团绕好。首先来起针，这里采用包边起针的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，拿取对应的线材，然后参考视频起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我讲解一下包边起针的方法，先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左半针上，这个线圈算作一针，然后编织下针编起2针，一针、2针，此时起好了3针，往下穿入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里绕线挑出后，不需要放开左半针的线圈，接着穿入线圈后方的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扭针，此时可以放开左半针的线圈，这里相当于一针织出了2针，加出了一个线圈，往下正常编织2针下针，此时起针变成了4针，完成后将右半针的3个线圈移到左半针上，后面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起针，左半针的第一针编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下针扭针，然后正常编织2针下针，此时起针变成了5针，往后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起针，先将右半针的3个线圈移到左半针上，然后第一针编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下针扭针，第2针和第3针正常编织下针，又起好了1针，我再演示一次。
后面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需要的针数起完，核对针数时都是织完后数右半针上的线圈。这就是包边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预留长线头断线即可。我这里是小样，针数较少。往下开始织第一行，我们在起针有辫子纹理的这一面右侧往左编织，也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右手边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直接编织与图解相同的针法，编织过程中需要换线。开始先拿起对应线材，打活结接线。并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针上针，往下织2针下针，接着织一针扭夹针，这里挑2个线圈之间下方横着的一根线，挑起线挂到左半针上，然后织一针下针扭针，完成扭夹针，往下继续织3针下针，然后挑之间横着的线，织一针扭夹针，接着织2针下针，后面织一针上针，此时完成了第一个色块区域，往下编织第2个色块区域，开始先接线。这里在前一根线上打结接线，线头可以留长一些，方便后面缠线头。然后织一针上针，注意线头和接头放于织物的背面。接着编织2针下针，一针扭夹针，3针下针，一针扭夹针，剩余编织2针下针，一针上针。此时完成第2个色块区域，
剩余色块按照第二个色块的方法进行编织，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打结接线，然后织一针上针，两针下针，一针扭夹针，三针下针，一针扭夹针，两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完成第3个色块区域。剩余大家参考前面以及图纸对应编织。最后一个色块边缘多织一针下针，此时第1行完成。接下来织第2行，先翻面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，同时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注意翻面后，大家要整理一下线团，线头不要交叉。开始图解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对应织上针。第2针是上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织下针。后面继续对应织3针上针。然后织2次卷针的回旋针，往后我简称回旋针，以织上针的形式穿入线圈，然后在半针上绕2次线，挑出，半开线圈，完成1针回旋针，往下继续织5针回旋针。接着织1针下针，此时这一行第1个色块区域就完成了。接着换线织第2个色块，这里2个色块交界处需要将2个色块的线头交叉，
使织物换线处更加紧密。这里织好的线头都放在织物的反面，也就是此时对着自己的这一面。大家也可以参照起针的线头，结尾线头在右侧，起始线头在左侧时，这一面是反面，对应的另一面就是正面。如果大家分不清楚，也可以将结尾的线头打一个活结做标记。往下将第二个色块的线头从下方拉过来，然后使用第二个色块的线对应编织，先织一针下针，此时看一下，这里两个线头完成了交叉，往下继续依次织3针上针，6针回旋针，1针下针，完成第二个色块区域。往后剩余色块按照第二个色块的方法对应编织。注意，每个色块开始都要将2个色块的线头交叉。继续往下编织。织完最后一个色块区域，此时第2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织第3行翻面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先整理一下线头。开始先织1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上针，接着织穿过左针3针交叉针，这里先将之前回旋针的线圈依次挑开，形成这样的大线圈。然后用左半针将右侧的前3个线圈挑起，盖过左侧3个线圈。
这里不需要挑下，将线圈都移到左半针上。此时，前后3个线圈形成了交叉，往下分别挑这6个线圈的后方一根线，对应编织下针。此时完成，穿过左针3针交叉针，往下正常编织3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上针。此时完成第1个色块区域，接着编织第2个色块。织好的线放于背面，同样需要将2个色块的线交叉，将第2个色块的线从下方拉过来，然后使用第2个色块的线织1针上针。后面织穿过左针3针交叉针，先将回旋针的线圈挑开，然后将前3个线圈挑起，盖过后3个线圈。并移到左半针上，接着挑线圈后方一根线，依次织6针下针。完成穿过左针3针交叉针，后面正常织3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完成第2个色块。剩余色块按照第2个色块的方法对应编织即可，注意开始都要将2个色块的线交叉，继续往下编织。织完最后1个色块，
此时第3行就讲解完了。往下织第4行，先织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，接着织6针回旋针。后面织3针上针，一针下针，完成第1个色块区域。后面织第2个色块，需要将2根线交叉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6针回旋针，3针上针，一针下针，完成第2个色块区域。按照这个色块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，注意色块开始线头都要交叉。织完最后一个色块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5行，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接着织3针下针，后面织穿过右针3针交叉针，将回旋针的线依次挑开，前3针正常挑，后3针从后方挑，然后将线圈移到左半针上，右半针挑起，左侧3个线圈盖过右侧3个线圈，同样不挑下，移到左半针上，这样就完成了交叉。接着将开始3个线圈正常织下针，
后面3个线圈挑后方一根线织下针。完成穿过右针3针交叉针，后面织1针上针。此时第1个色块完成，继续织第2个色块，将线交叉，先织1针上针，然后织3针下针。接着正常挑开前3个回旋针的线圈，再从后方挑后3个回旋针的线圈，然后移到左半针上，将后3个线圈挑起，盖过前3个线圈。接着前3个线圈正常织下针，后3个线圈挑后方一根线织下针。此时完成穿过右针3针交叉针，继续织1针上针，完成第2个色块。后面按照这个方法继续编织。织完最后一个色块，此时第5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往后都是重复第2到5行的方法编织。编织过程中遇到色块位置需要换线时，按照之前的方法打结接线，直接换线，然后对应编织相应针法即可。遇到线不够需要接线时，也可以按照打结接线的方法接线。注意，接线和换线时，线头和接头都放于织物的反面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次色块交界处编织时，色块的线都要交叉。
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将身体编织完成。此时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编织领肩区，这里两侧肩部位置需要引反编织形成斜肩，领口的位置需要收针形成领窝，最后织完进行修针。开始先进行两侧领肩的留针引反编织，之后中间开始收针，两侧领肩分开编织，先编织右侧领肩，织完后再接线进行领窝收针，然后继续编织左侧领肩。当个领肩最后一行需要编织边减针，往下按照顺序分别讲解一下两侧领肩的留针引反编织、领口收针的方法以及最后一行减针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对照图纸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一行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一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二行。第二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一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，可以发现第二行在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完成后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，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，注意，这里有节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，同样
这个有节的划针看作一针，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一针都要织有节的划针。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，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。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销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销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当作一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销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销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这里也当作一针织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我们来学习领口减针，以这个图解为例来讲解。图解全部是下针，如果有花样，就正常编织花样即可。我们将下针纹理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另外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的方法，并且图解针数行数都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用下方编织过来的线织右半部分，注意这里所说的左右指平铺的左右，与衣服的左右无关。右侧第1行先织对应数量的下针，实际图解中这里可能不方便标注针数，大家可以用总针数，减去中间这一段的浮针针数，再除以2，得出的就是这里第1行的需要织的针数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侧第1行，剩下的部分是中间以及左侧的针数，暂停编织。大家可以停留在针上，如果不方便编织，也可以用一节零线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起来。
接着翻转织片至右侧第2行，可以发现这里要收掉3针，2针及以上的减针可以使用浮针，由于每次只能在开头进行连续收针，所以两侧的减针会错开一行。如果要收掉的针数较多，可以提前将需要收掉的线圈用记号扣隔开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开头是一个下针左上2针并一针的符号，此时我们在反面编织，因此这里要织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。先平移一针到右针上，然后织一个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完成，同时也收掉了第一针。这个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的编织方法，也可以同时像这样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。具体可以根据喜好来编织，继续收第2针，织一个上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第2针就收掉了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编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1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，因此再织一针并收针。注意，收最后一针时，需要编织的这一针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格子。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要根据图解编织这一针对应的针法。这里我应该继续织上针收针。这样，第2行开始的3针就收掉了，继续正常将剩下的针数织完。注意，紧接着应该是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我们应该全部织上针。现在右侧第2行就织好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织好后继续织第4行，这里
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一行开头收2针的方法相同。先挑下1针，然后织一个上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收掉了第1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第2针，第2针就收掉了，剩下的全部织上针即可。第4行织完后，第5行和第6行不需要减针，就正常编织，也就是正面全部织下针，反面全部织上针。第7行结尾需要减1针，也就是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。注意，有时候图解会将右侧减1针放在反面的开头，编织方法就和前面收第1针的方法相同。下面我演示一下右侧在结尾减1针的情况。继续织第7行，先正常织下针，一直织到剩下2个线圈。完成后，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同时从左往右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左上2针并1针完成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反面第8行正常织上针，后面第9行还要在结尾减1针，方法和第7行相同。最后2行不加不减编织即可。右侧所有行数织完后，这些线圈需要根据图解说明来处理，我这里修针。右侧完成后，需要先将中间对应的针数扶针收针，有的图解中间这里可能是修针，如果是修针，就将对应的线圈继续临时固定，从左侧第1针开始接线编织。我们这里是收针，首先将这些线圈转移到针上，可以先将中间需要收掉的针数隔开，然后接线，
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右针穿入第一个线圈，将新线圈挑出，接线完成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编织下针边收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编织下针边收针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一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旁边相邻的一针。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，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二针开始织完这一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二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，继续看第三行，这里要连续收3针，开头是一个下针，右上2针并1针的符号。先像这样挑下第一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第一针就收掉了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第二针就收掉了。继续收第3针。完成后，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并在反面织一行上针，也就是将第4行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掉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也就是先织一个右上2针并1针，然后再收1针，完成后继续将这一行下针织完，并织完第6行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6行，继续看第7行，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
因此这里直接织一个，右上2针并1针即可。织完后，我继续将这一行剩下的织完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第7行。往后第9行和第7行这里相同，其余行数都是不加不减编织。全部织完后，根据图解说明处理这些线圈。到这里，领口减针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我演示一下最后一行减针的方法。先讲解右领尖最后一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开始先织1针下针，然后织2针上针，接着织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完成后继续织2针上针，后面织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接着织1针上针，往下遇到有结的划针，挑线圈的2根线，织1针下针，此时完成了第1个色块区域，接着换线，编织第2个色块区域，线交叉，织1针下针，然后织2针上针，1针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2针上针，1针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完成第2个色块区域。往后每个色块织之前都要将线交叉，换成对应色块的线进行编织。继续往下织。织完最后一个色块，往下进行修针。先拿起任意1根线，剪一段长线头，穿入缝针，将线圈依次挑下。
打结收固定。最后，将每个色块分别预留长线头断线即可。线头暂不处理。此时，右领间最后一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接着讲解左领间最后一行的方法。我仍然用小样做演示，开始先进行领口收针，按照之前的方法将对应针数收掉即可。完成后，织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，接着织下针左上2针并1针，后面织2针下针，一针下针左上2针并1针，2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遇到有结的划针，挑对应的2根线，进行编织。完成了这个色块区域，后面换对应颜色。进行编织，往下大家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织完最后一针，左领间最后一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进行修针，同时将所有线头预留长线头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就全部讲解完了。